离开了中国、蒙古、俄罗斯三国交界的城市满洲里，今天我们的目的地将会是中国蒙古边境的阿尔山市。一路400多公里，我们行驶了6个小时，中间路过了中国第5大湖泊呼伦湖。冬日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上全是积雪，呼伦湖变成了巨大的白色冰湖。离开呼伦湖后，有一个地方我们一直想去，那就是发生在1939年的诺门罕战役的遗址。这是一场苏联和日本之间的战役，交战地却在中国。在中国近代史上，这是屈辱的一页。之后我们赶往阿尔山，在路上看到了呼伦贝尔大草原向森林过渡的美景，这是我们此次东北之行中路遇到的最美景色之一。下面就开始我们今天的旅程吧。大家好，我是狒狒。我们在满洲里已经待了3天了。那今天我们准备离开这里，去往我们这次旅行的下一个目的地阿尔山市。从满洲里到阿尔山市这个路上是没有高速的，全程走国道还有省道。因为阿尔山市呢是属于这个新阿盟的，是位于大兴安岭林区的，所以我们今天又要实现一次从草原到森林的跨越了。现在我们的外面还是呼伦贝尔大草原，但是再往前面开一些呢，就进入大兴安岭森林了。现在我们路过这个地方，有一片很大的湖，叫呼伦湖。相信很多人都听说过或者去过这个地方，因为呼伦湖呢，其实在当地是非常有名的一个旅游的景点。它是我们中国的第5大湖。这个湖我看照片，夏季是非常漂亮的，湖水是湛蓝色的。但冬季呢，所有湖都一个样子，就是结冰，上面还盖着薄薄的雪，就差不多的样子。所以我们就不去这个景区参观了。而且今天这个湖边风超级大。我刚下去了一会儿，就头吹得有点疼，所以赶快到车里来。现在文涛把这个湖航拍一下，我们就走了。我们现在离开了呼伦湖，继续朝着阿尔山的方向走。这边这个大草原真是一望无际啊，这种路也是笔直的通往前方，偶尔会有一个小弯。这个石头就是呼伦湖景区入口处，外面就是一望无际的呼伦贝尔大草原。现在这个别说是黄黄的草了，什么都看不见，因为都被雪覆盖着。但是最近升温了，雪慢慢的也薄了。不过这个路边呢还是堆了好多雪，把一半的路都占了。从满洲里到阿尔山大概380公里左右，但因为全程没有高速，需要开5个多小时。300米后左转。现在我们走的这个区就是扎莱诺尔，这边到处都是猛犸的那个标记，因为这个地方曾经有很多猛犸的化石在这里出土过。我们已经在这条县道上开了1个小时了，没有看到别的车，就我们跟前面的大车一前一后的。这条路上开车特别容易犯困，路很平很直，拐弯都很少，而且周围这个环境实在是，看这个到处是白茫茫的雪，其实外面就是大草原。雪呢跟天跟地结合那个地方也是泛着白，就一直在这种环境下开1个多小时，特别困啊。那左边也是这样子的，景色每次特别单调一致，根本就不容易犯。对，哎呦，这翻了个坡过来，下面更是一大片草原。我们在草原上开了3个小时，200公里，终于看到了第一个城市。这个地方它其实是个旗呢就跟县是同一个行政级别的。这个叫新巴尔虎左旗，新巴尔虎左旗，好像当地叫新左旗，就简称叫新左旗。新巴尔虎左旗，这是个县城的规模啊。对。内蒙古这边呢，它这个盟跟地区，还有自治州，还有这个地级市是一个级别，下面的县旗、县级市是一个级别。我们就一路沿着呼伦贝尔的大草原行驶，开了几个小时，终于到了这个县城了啊！这个叫旗，这个旗叫什么？
啊，新巴尔虎左旗是吧？对，哦，名字挺难记的。我们以前是想来内蒙古玩的时候啊，总看到很多旗，很多旗，景点都在什么这个旗那个旗。第一次到旗，发现原来旗就跟我们那儿县城一样的。对，内蒙古它这边那个地名好长呀，好难记这边，像4个字都是短的，都是起步的，什么呼和浩特、巴彦淖尔、乌兰察布、乌兰浩特这种都是很短的了。对。然后那个什么一长串后面加个旗的这种太多了。对。我们俩现在在这个旗这里准备吃个午饭，再继续往阿尔山赶，因为现在到阿尔山还有200公里，还要再开3个小时。我们俩这个早上吃完饭到现在已经4个小时了，有点饿了啊，一会儿咱俩吃个饭吧。我觉得这个旗好像就是附近那些草场上、草原上的牧民哈，他们居住或者生活、工作的地方，有可能是吧？对，我们俩刚刚从那个满洲里啊开车过来，这一路200多公里啊。几乎一个村庄都没有见到，就只有大片大片的草场，以及上面呢有吃草的马，牛和羊也没见到。就是现在这个季节，只有马在吃那些干草了。对，因为那个牛跟羊可能吃不了特别硬的那种草根儿了那种。前几期的视频里啊，有朋友问我们说，如果冬季想自驾车来东北这边玩，但是又害怕电瓶打不着火，因为我们前2天发的视频，很多朋友都在问，就想问一下我们的经验。那正好呢，我们在这儿用这个机会啊，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是怎么处理的。其实呢，我们这辆车啊还没有出现过亏电的情况。虽然这个车呢已经跑了快12万公里了，但它是一辆新车。才2年，租车公司嘛，就常年在外边跑，所以它里程数多一点，但它电瓶还挺新的。我们这个车就是唯一有一次在零下25度的时候啊，它那个点火摁了很久，哗哗哗哗哗哗哗，最后才点起来了，就是有点悬，当时那个情况。我们是有应对措施的，给大家看一下。这个就是我们车里啊长期带的一个户外电源。可能有朋友也不太会用啊，正好给大家就展示一下。首先呢，看一下这个户外电源的这个位置啊，就这个是市电的插口嘛，3头2头都行，这个是开关。然后这边有3个这个 USB 口。那另外很关键的，就大家看一下这个应急启动，这个口呢就是当汽车打不着火的时候，应急去点火的。那给大家再示范一下怎么用啊，其实很方便的。我看放在哪个啥地方，咱就在地上吧，没地儿放。给大家做一个示范啊，我们把电源拿过来之后，它这个电源里面啊，买电源的时候是送了一根这个点火线的。我们把这个黄色这一头就插在这个应急启动口这里。好了，这又插上了。然后记得把开关打开啊。另外呢，这2头它是有正负的，黑色上面是负号，红色上面是正号。这2个呢就对应的插在自己车的正负电瓶上。不同汽车的这个电瓶位置是不一样的。比如说我们那辆 A4 是在后备箱里的，这个车呢是在前面引擎盖里的，应该大多数车都是在引擎盖里的。大家就注意一定要把这个正负极别弄反了就行。然后把这个点上之后呢，把电瓶开关打开，然后这个车就正常该咋启动就咋启动，还是正常的点火，按那个点火开关就好了。其实很简单的，现在市面上呢也有那种就是一次性的那种，但是那个像冬季这边哈，可能拿着备用的时间长不用还没有电了，所以在路上如果说一旦抛锚，比如说我们今天这种情况啊。开了200多公里，一个村庄都没有。到时候如果就打电话叫救援的话，手机信号都没有，就很难，就把你扔在路上了。所以像我们俩这种长期点自驾的，而且是这种稍微人烟稀少的地方，还是我觉得带一台心里稳妥多了。就不仅仅是冬季这种极寒的温度下，就是平常哈自己的车万一电瓶点不着火啊熄火需要搭线的，反正我觉得自己带一个挺方便的。我们这次带这个出来，自己的车其实是没有用上过的，但是那次我们在漠河那边帮别人搭了一次，还是挺有用的啊。OK， 展示完了，我们俩现在就吃饭去了，吃个饭继续赶路了。我们现在吃完饭离开了新左旗，继续往阿尔山的方向走。
刚刚我们开上了331国道，这边有一个收费站叫阿木古朗收费站。内蒙古这边就很多国道上也是收费的，比如331，在我们今天这一段好像要收好几次的钱，它是分段收的。刚刚交了15块钱，我刚看导航呢，我们今天从满洲里到阿尔山市一共的过路费是50多块钱，等于说前面还有好几个收费站，它这边就是这样分段，每个收费站收个10几20几的，就加起来一共收50多块钱。诺门汉战役陈列馆不知道开着没？我们今天去阿尔山的路上还路过了诺门汉遗址这里。我们把车开进去看看吧，它不一定开啊。对，不一定开。现在这个季节没有游客。前面就是陈列馆了，那停了一个车，不知道是游客不？哎，我还看到了一个坦克呢。对，高射炮。我们现在距离阿尔山市还有160公里，在这个331国道的路边呢，就是诺门汉战役遗址的一个位置。但是冬季没有什么游客，我们俩刚进来看了一下，游客中心售票处都没有开放，我们就从这个门进来的。你看这个门的造型就很有意思，它是一个就左边垂直于地面的，这是一杆枪的造型。那右侧呢，那边是就这一侧的是一个战斗机的造型，就一看呢，这就是曾经的一个发生过战斗的地方。因为景区没有开呢，我们俩就在里面自己走走看看吧。它那个陈列馆现在不能看，但是外面有一些雕塑什么的，像这边放了2个坦克的这个造型。诺门汉战役大家应该都不陌生吧，就是比较喜欢军事或者是研究二战史的朋友应该都很清楚啊。诺门汉战役呢是当时在1939年的5月份，首先呢是侵华日军朝着那个外蒙的军队先发起了进攻，因为外蒙当时跟苏军是一起的嘛，那就等于是在进攻苏军了。随着战争的不断扩大，到了7月份的时候，苏联就成立了一个第1集团军。当时呢，这个军队的司令是朱可夫。这个战争呢，从7月份打到了8月底才结束的，8月31号。那战争呢，最终结局是日军战败了。当时的日军也并不是单独是自己，还和当时的伪满的军队一起是进攻外蒙和苏联的军队。虽然呢，这一场战役打的时间并不是很长，规模也不算特别大，但是在二战史上却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。这场战役之后日军就改变了对苏联非常强硬的这种态度，因为他们觉得苏联不是那么好惹的。从那次战争之后呢，日军再也没有在正面战场上对苏联发动过大规模的袭击了。据说呀，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地方就是诺门汉战役的遗址景区。这里面很多这种武器，还包括这些炮弹，都是当时的遗迹，是真的东西，不是模型。据他们说就是日军当时遗留下来的坦克，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一辆，是有一辆日本人当时留下来的坦克。因为我们现在的这个位置距离中国和蒙古国的边境是特别近的。给大家看一下，这就是当时留下来的炮弹。这些炮弹就是将近80年前留下来的炮弹的实物。当时打过之后留下的炮弹的弹壳，当时应该是苏联的战斗机吧。这有个大钟，可能就是警钟长鸣吧。毕竟这场战争是在我们的国土由另外2方势力进行的一场战争嘛。现在距离阿尔山还有96公里，在这个位置路两边已经出现了很多树了。其实，在110公里那个位置就已经稀稀拉拉的有树了，但没有这么多。这边的树已经基本上连成片了再往前面走，我们又进入大兴安岭林区了。今天这一路也是挺丰富的，从呼伦贝尔大草原又来到大兴安岭了。这会
会儿快要落日了，外面超好看。一个夕阳打在雪上面，雪是泛着一种金灿灿的，又有点微微的粉红的颜色，超好看。看收费站后面远处的起伏的小山坡，都成粉色的了，也太漂亮了。冬天草原的落日也太好看了吧！我第一次见这种被雪花覆盖的草原，还带着这种起伏的小山坡，太阳打在上面，这有这个夕阳的光辉，太好看了。可惜马上就要落了。夕阳无限好，只是近黄昏啊。现在这个地方就属于草原和森林的过渡地带，有的地方那个树密一些，有的地方稀疏一点。等到彻底进林子，就快到阿尔山市区那边了。我们现在距离阿尔山市区还有82.3公里，大概到晚上的6点38才能到。这边现在是5点25分，马上落日了，应该6点就黑透了。现在是晚上的6点42，我们终于到阿尔山了。先看一下我们车里面显示外面的温度，零下16度，冷了，太冷了。我们刚进城的位置，先加了个油，出去加油的时候，哇，那个温度是太冷了。阿尔山虽然纬度比较靠南啊，但这个地方的温度超低，比满洲里还冷。我问那个加油站的小哥了，他说这儿是海拔高，对，海拔高，旁边都是山，把寒气聚在这儿了。阿尔山的夜景挺漂亮的，城市也挺干净，就是路上的雪太厚了。我们现在车开在城区的主干道上，这个雪一直在打滑，都结成冰了，被车压硬了。特别的冷，跟漠河、黑河还有那个根河差不多。对，哦，这个地方还把雪铲掉了。哇，这晚上真好看呀！东北这边这城市到处都是冰雕啊，你不用专门买门票去看了，城市的街景里面就有冰雕。感觉没啥人啊，天气太冷了，大家都在室内，没人出来。而且阿尔山市本来就是个小城市嘛。我们现在终于到酒店了，哇，太冷了！我感觉这个阿尔山啊，比我们前段时间去的漠河和根河还要冷，因为这边海拔它太高了。我刚看了一下啊，这边海拔是1040米，就我们现在待这个位置。这就是我们今天晚上住的房间了。老板给我订了个标间了，说给你们免费升级一下，升级成3人间。所以我们其实多一张床是没什么用的，我们就往上面放包吧，放衣服好了。对，其实这个房间还挺大的，重点是外面，我觉得它这个外面挺好看的啊。夜景挺美的。因为这个阿尔山市它整个都不清雪嘛，没有清雪之后呢，这个城市整个都是洁白色的，再加上这个灯光还挺好看的。虽然这个雪走起路来不太方便，但确实好看。挺美的，进来这个灯光啊，各种各样的，不像满洲里，主基调就是黄色的，它是五彩斑斓的颜色。但是这个城市小嘛，它那个房子大多数都是2层和3层，只有个别的，像中间有一个景观大楼，那个稍微高一点。哇，这个房间是地暖呀！我刚进来了，脚一下暖和起来了。阿尔山有多冷啊？就是我穿的这个雪地靴在外头，脚都受不了，太冷了。好了，我们俩就可以休息了，先吃个饭，然后睡觉了。